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环球快讯综合频道。本期视频要与大家谈论的话题是因果报应、十殿阎王及地狱刑罚第5集。上一集为大家讲解了十殿阎王之第3殿宋帝王及其所辖地狱，未看过的朋友可点击屏幕右上角的链接。这一集将为大家介绍一下十殿阎王之第4殿武官王及其所辖地狱。武官王姓吕，诞辰农历2月18日，亦称武官王或武官王。本殿掌管大海之底正东方卧桥石下的河大地狱，此狱宽广8000里，500由旬，并另设16小地狱，专司在阳间瞒税不缴、耍赖欠租、交易欺诈等罪。人死后4期之日，将在第4殿武官王处受审，殿主正气凛然，明察秋毫，洞彻世界各地罪犯心理，狡黠奸诈，难以遁形。其最为痛恨者，乃无情无义忘恩背德之徒。在其河大地狱中，有16小狱，各个严酷，凡堕此者，全是生前施于杀、盗、邪淫3重恶业之徒。殿前设有腰斩、拔舌、沸汤、剥皮、火崩、剑术与射眼等狱，其中最令人丧胆者，莫过于火眼地狱。罪犯至此难熬而哭，哭出血泪，泪化烈火，燃烧全身，夜叉发觉，复以烙钩其咽喉，灌入锡铜于体内，又以铁丸塞其肛门，令内外加烧，痛苦永无歇时，须经数百千万年后，心中欲火燃尽方消。腰斩地狱，利欲横心，人格断，铡刀无情，两断身。武官殿前即为腰斩地狱，所铡罪犯尽是世间冷酷无情之徒。此辈生前居心不良，借宗教之名，不研修教义，却装神弄鬼，妖言惑众，敛聚财物，猎取美色，或聚集群众，虚张势力，自封开山道祖，目无法纪，心无天地神奇，任意放火烧山，滥垦滥伐，阻断水源，破坏生态，招来天灾，祸害众生，令无辜生灵因而丧命。或有罪犯贪图荣华富贵，抛弃糟糠之妻，或爱慕虚荣，谋杀亲夫，或为名利权势，谋害患难之交等。以上种种冷酷无情，刀斩腰间，岂不正似恩断义绝？拔舌地狱，舌根能卷千江水，败德皆于口业中。武官殿北为拔舌地狱，堕此罪犯个个面色铁青，由吏差一手压其额脸，一手执着烙红铁钩，勾其舌头使劲往外拉，或以烙铁在咽喉中滚动，挖掉舌根，令其求死不得，求生不能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口业是众生最易犯的罪恶。孔子教育分4科，德行为第1，言语为第2，政事第3，文学第4，可见言语之重要性了。人人都会讲话，然而很多人终其一生没说过好话，挑拨是非，两舌缠人，粗俗不堪，恶口骂人，巧言令色，绮语煽情，以及恃才狂妄，诋毁大道，及贤妒才，自命不凡，无非口业之过。尤其当今多少名嘴说客，传播媒体干轮打手，专以颠倒是非为能事，尖酸刻薄无所不用其极，互相谩骂诋毁，以为能事，却不知造成多少染污、扭曲误导与破坏，罪过之大，天地难容。吊舌地狱，两片薄唇3寸舌，是非颠倒人心寒。此狱处在寒冰地狱的底层，冰窟深邃，冰柱林立，犹如悬针，或似玉笋，峥嵘锐利，寒气逼人。狱中一片迷蒙，但见无数罪犯，个个赤身裸体，以银钩穿舌，悬挂于冰梁之上，呻吟此起彼落，口中说不出半句话来，其情悲惨，难以言喻。如是酷刑，不知几劫方能解脱。遭此引蛇附身、活体冰冻之报应，不言而喻为恶口业之重罪所致，令人观之不寒而栗。当知恶口为诸恶中最易犯的重罪，尤其于今日开放多元环境中，人们思想贫弱，缺乏深沉文化熏习，虽高唱着民主自由，又肆无忌惮地违纪侵权，放任情绪攻讦谩骂，令粗陋不堪的言辞充斥于世，导致社会价值观扭曲，是非颠倒，善恶错乱，人性之优雅与品格荡然无存。然而这些刑犯看来，
皆不似市井小民，也不像村夫渔妇，倒是个个曾经风光一时的所谓社会精英，或是翻云覆雨的领袖级人物。由此可知一言之不逊，影响祸害之深远了。可见古人对口德与则言之重视是不无道理的。观此报，思其情，存好心，做好事，说好话，不但增长自己的修为与福报，且使社会人心祥和，有绝对之功德。沸汤地狱，生主心与肺，火烫血腥手，灌如口，烫如手，呼天抢地无处走，盘孙美味千条命，只供老饕肚里朽。可见人之一生为口腹之欲，造了多少冤业，思之不寒而栗也。今之经济挂帅，人们需求更多，饱暖思淫欲，人性堕落，肆无忌惮，只为满足口腹，不管行为凶残。君不见乎？朝朝农贸市场尸堆如山，血凝成毡，无辜生灵为谁牺牲？看他活蹦乱跳，瞬间成为菜肴，他生死挣扎，我大快朵颐。试问良心何在？天理何在？沸汤地狱位于五官殿北，凡是罪犯生前是食水族，火煮生蛋者，死后多堕此狱。沸汤灌其口，生煮其心肺，滚水烫其手，抽搐其筋脉，其痛苦惨叫，恰似五更屠宰场。如此活罪一日数十回，不分昼夜，千年不歇。待罪犯此业消尽，再转其他地狱续报。剥皮地狱，披的畜生皮，横竖不像人。堕此剥皮地狱者，多是生前操杀业，或是皮草皮革的制造者、贩卖者及爱用者。他们盗杀稀有宝玉飞禽走兽，如熊猫、老虎、蚊豹或蛇球、鳄鱼，乃至雪貂、水獭、狐狸等等，或活剥，或扑杀，千刀万剐取下皮草，作为服饰皮包，以供时髦之需。殊不知一件大衣需牺牲数百生灵，虽然外表光鲜亮丽，其实是包裹着丑陋之身躯以及残酷的心灵。招摇过市，无非是宣扬其罪恶，不知其高贵从何说起。再者，有不孝之徒或奸商，专窃文化财产，见利忘义，任意破坏，盗窃洞窟古文物，或截取壁画，或凿取石刻造像，或破坏寺院庙产及盗卖文物公产，死后皆堕此狱，且遭凌迟细割，活剥其皮，其苦难熬，经风再生，再包至夜宵而止。孟子云：闻其声不忍食其肉，吾等见其尸，何忍谋其皮耶？剑术地狱，肉体享受，灵魂埋单。地狱有此树，高大无边际，刺长16寸，鬼捉罪人臂，树顶往下抛，筋骨散满地，风吹还复生，寻回不计次，罪人复见树，婀娜又妩媚，遂生爱染心，奔头无顾忌。可怜世上人，情深爱难弃，欲火焚心窍，横结不了意。精卫情爱不深，不生娑婆。具仁慈心为之博爱，怀自私心为之情欲，人施人爱，贪欲无穷矣。故而人活世间，最可怜者不是文盲，而是心盲，失去良知，执迷贪欲。佛云：财色名食睡，地狱5条根，根根坚韧难拔。当知地狱苦果，非由阎王残酷，种种恐怖景象，全是贪恋习气所造成。所谓肉体享受，灵魂埋单而已。人人都有良心，只是因自私而昧，死后才受种种自责与折磨。古贤云：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若至死不悟，则堕无间地狱，永不超生。这一切不是危言耸听，除非丧尽天良，则不在话下。车崩地狱，铁轮钢矛山河汉，截断残心妒恨人。车崩地狱又称火轮地狱，为何大地狱中最为惨烈之一。此狱设于焦谷之底，一片灰蒙蒙，看不清宽度，分不出方向。堕此犯人，个个恐惧不安，群聚一处，蜷缩紧微，以求心安。然而一日之中，有不期火轮之车，以铜兽为身，金刚为轮，狂飙飞驰，轮喷强风烈火，其声轰轰，撼动山谷。每一辆车各站厉鬼1名，其貌狰狞，手执钢矛，朝罪犯冲撞，并以钢矛猛戳，犯人哀嚎4窜，却无一人幸免。瞬间，
山谷平静，车火消寂，遍野只留下残肢断体，在毒火中燃烧。少顷一阵阴风吹过，残肢断体又复原状，在受火崩车碾之苦，一日不计其次，此谓之车崩地狱。堕此罪犯，生前多是凶残善极之徒，嗔恨心重，为政霸道，猜忌多疑，离间团队，背叛国民，或为人继父后母，冷酷无情，凌虐侵害失户之子女，或恶口诅咒父母翁姑，以致家庭失和，乃至骨肉流离，造成人伦悲剧，或火烧蜂巢，汤灌蚁窝，盗卖保育动物，或专捕放生之鱼鸟龟虫之属，令其惨死，或流离失所，不能适应而死。此等违背人道行为，皆堕车崩地狱，千劫百世不得超生。射眼地狱，心既盲眼何用？恩义断岂是人？射眼地狱处于四山环抱、铁壁万丈之深谷中，谷底暗无天日，寒暖不明。堕此罪犯个个惊慌失措，四山顶上立着数名夜叉利益，拉弓搭弩对准着罪犯。这些利益们无一不是神射手，不但射程远，且箭无虚发，每发一箭必赤道，心既盲眼何用？少顷随即有惨叫一声，应声倒地者，不偏不倚正中罪犯眼睛，绝不失手。原来这些罪犯多是饱读经史却不孝不敬之人，生前恶心恶眼看待父母师长，从不念父母捐低拉拔养育之恩，于其风烛残年弃之而不顾，岂不令人痛彻心扉？又其学来满腹经纶，无不是师尊谆谆教诲所致，一旦功名显达，即恩断义绝，全不念教诲之恩，却自命不凡，目中无人。如此之人，今之政坛、教坛或文坛比比皆是，一身本事，满肚坏水，有学无德，何以化民？有能不贤，何以安民？养育之恩，无心回报，何以惠民？心既盲，眼何用？说得有理。凡堕此狱者，永处于明暗中，纵夜宵禁，复得人身，亦是瞎眼、智障、多病、不见天日之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先到此为止，下期视频将为大家介绍十殿阎王之第5殿阎罗王及其所辖之地狱。如果阁下喜欢本频道，欢迎订阅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。